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1月23号，天津卫视将携手德云社，在大年29为您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相声晚会。届时您将看到郭德纲、于谦、岳云鹏等相声演员的精彩演出，还有意想不到的特别来宾，一定不要错过。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请到的4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吴磊老师，欢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4位老师如何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像刚恋爱时一样那么腻乎，恋爱久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自从我们在一起创业后，他变得越来越敷衍，脾气也越来越差。我觉得现在应该事业为重，但是他每天浪费太多时间在狗身上，所以我才生气。他现在永远都有各种理由搪塞我，所以我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这段感情。女生说，我感觉不到你的爱了，所以这段感情还需要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黄28岁，来自武汉，私营业主；女嘉宾小鲁24岁，来自武汉，私营业主。有请。欢迎两位啊，都是私营业主啊。是的，我们是一起创业。谁占大股啊？他独资。哎呀，这怎么叫联合创业呢？我给他打工呗。认识多久？1年多了。女生是不是有个感受，一开始特好？是的，他一开始特宝贝我，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一切都变了。哦，我跟他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呀，我特别喜欢一个口红，但那个色号呢特别难买，就随意跟他提了一下啊，没想到过几天他就给我买了。一支口红拨动了你的心弦，哈。是的。除此之外，在生活里还怎么对您特别好呢？不说言听计从吧，但是只要是我说的，他都能有求必应。比如说我到他家开车开的时间长了一点，然后很辛苦，他就主动去打盆洗脚水过来给我洗脚。所以这种点点滴滴在你脑海里面都是甜蜜的回忆，对吧？是的。这段时间大概有多久啊？小半年。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开始一个男人变了，对吧？对。他是怎么变的？你说吧。我们当时认识1周年的时候，就在一起1周年，我觉得对于情侣这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啊。当时我就问他，周年纪念日你给我送个什么礼物呀？我给你送书的，我送一套书给你可以的。送一套书啊？对，他跟我说送你一本书，让你多学点文化吧。我说那我在你眼里我很没有文化嘛？那你还说我没有时间观念？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在社会上创业，这必须要综合提高我们的一些思维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就准备给他买一套书。你买了吗？准备买一套书。对，我说买了吗？我说送一套书给你怎么样？他说不行，他不要。哦。然后后来我就想，我以前听他说过他喜欢吃海鲜嘛，然后我就带他去吃海鲜去了。那最后是谁买的单呢？最后我手机没电了。那你手机没电，真会挑时间啊！买单就没电了啊！说到手机，那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你的钱不是我的钱，我们是一起开公司，钱要么你收，要么我收，都是一样的。那我自己请我自己去吃好了，我干嘛要你带我去吃呢？听明白了啊！除了这个呢？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手机，我就来气，他的手机经常会关机，就是我常常给他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接那种。然后再打下去，手机就关机了。其实这样的，因为我们2个生活工作都在一起，所以说有时候下班了，然后我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我就会把手机有时候会调震动。你这都是借口。今年的2月份，他出了点小意外，然后腿就骨折了。什么意外？就是搬东西的时候，然后不小心砸了脚，就是脚里打了钢板，就在家里躺了几个月，什么都动不了。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状态，就是那会儿我就得白天上班，晚上呢我回来还得给他做饭，我还得给他上药，还得给他洗脚。真的给他洗衣服，什么事儿我全干过了，他还不满意。他说你菜做咸了，你这儿做不好，那儿做不好。就是我本来回来工作挺顺利的，我挺开心的啊。我回来冲着他笑一笑，我说：“哎，那今天我工作很好，很顺利。”啊，他就说：“那我都这个样子了，你还笑得出来啊？”然后我朋友打电话叫我出去玩一下，他说：“我都摔成这个样子了，我哪儿去不了，你还跑出去玩，你有没有关心过我啊？”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我自己在
脚上了钢板，躺在床上也不能很多事情做不了，所以说自己压力也比较大。就是各种反正也不顾我的感受，就是把我当佣人一样使唤我，哎，去给我打个洗脚水啊，去给我把饭做了。就这样对，然后我们家还养了2只狗，然后那会儿我真的特别辛苦，因为我们家旧房翻新，又赶上装修，然后他又什么都做不了，我就相当于我跟他在一起之前，我什么都不会，我连钉个钉子都不会。那现在装修弄完以后，我能搬能扛能拖拉机，他还在旁边鼓掌发朋友圈。我那是也是没办法，确实卧病在床，但是我正常的时候，我是不是经常给你做饭？然后我该做的事情是不是我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想着你腿骨折了，你受伤了，你状态比较悲观，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你给我发脾气，你大声跟我讲话，你使唤我，你不懂得感恩我，都算了。但我想着他腿好了以后，应该我们会回到从前，因为毕竟我相信他还是爱我的。但是我发现好了以后，并没有，完全就是敷衍我、耍我、套路我。不，什么叫耍你？什么叫套路你？端午节了，我就求他，我们能不能去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我们出去玩一趟，2天1夜都行。他说啊，没问题，你马上订票。我真的喜出望外，我就把票全订了。订完以后，他说突然跟我说一句：“哎，要不我们下回再去吧？”这是为什么？他就放我鸽子他。这几天我们有一个项目，甲方的启动日期一直没有定下来。他定下来以后，第2天，甲方说马上启动，那我们就走不了了。是真的走不了吗？是你不想走，你根本心里就不在乎。咱们理性的说这个事儿啊，您是他的员工对吧？我其实跟他一起都是负责人，他的什么项目我都知道。对，我知道能走吗？是像他说的那样，真的是可以走的。行，那就11去呗，11假期长，去了吗？那提到11我就更来气，我说我从来没去过国外，我们去印度尼西亚看海豚吧。他就说好，可以。最后呢，我把所有事儿都确定下来，我还是一样反复问他，他说去，你赶紧订票。后来我就留了一手，等到26号，他又用同样的剂量跟我说，哎，要不我们不去了吧？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兄弟。就10月1号结婚，我说10月1号3我们先回去把婚礼参加完，然后看我爸我妈，到从4号开始我好好陪你玩几天，就是这么安排的。去了吗？去了，去他老家玩了，去他老家看鸡看鸭看大鹅去了。后面看海豚去了吗？海豚没去，因为国庆没那个旅行团去。国庆当天没有，我们选择28号走，就想着可以提前回来几天，再去他老家看看他爸妈。但是他就是要回去参加婚礼。他提到这个婚礼，我更来气。我在路上开高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跟我秀优越感，搞得我开错了路，然后又堵车，真正8、9个小时才到。到了以后，我2天就睡了2个小时。参加完婚礼，他说：“哎，你把我这个新郎新娘，把我兄弟送到哪个村口去？”我又开了1个小时的山路去。其实我当时心里很不愿意，我很累，但是我真是给他面子。到了晚上，你怎么对我的？凌晨5点钟，我晚上没吃饭，饿醒了。我跟他说，我肚子饿了，能不能给我做点吃的？答应的很理直气壮。好，你等着。下楼了，下楼以后呢，把我们在高速上买的所有零食、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水全抱到床上，来吃吧。家里不是在城市，也没有商店，而且凌晨4、5点钟，我不可能开火做饭吧？我问问啊，就是不爱我，就是因为这些事儿，所以想分开是吧？我的委屈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但是因为后面最后有一件事，就是直接把我给逼到爆发了那种。说那件爆发的事儿。我特别喜欢狗，当时就拿回来一个比熊，他呢就又拿回来一个狗，拿了一个小泰迪回来陪伴那个狗。他一开始特喜欢，跟我一样很爱他们，但是最后呢，他就很嫌弃他们。有一天晚上呢，我本来跟他谈工作谈得挺好的，然后其他小区有2只野狗在那叫，他就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你看这个狗多吵。”你什么时候把我们家那个狗送走？就不是你们家狗在叫是吧？隔壁小区的狗叫，他触景生情，他就说把我们家狗送走。我们工作比较忙嘛，这2只狗啊，也没有太多的训练。然后那个狗呢，有时候也会在家里拉屎拉尿。我最受不了了，就是说那只小泰迪狗，经常5、6分钟就把我叫醒了。泰迪是你带回来的是吧？是他要。虽然是我开始很喜欢，但是到后期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的。那你就要去欺负它吗？我那个大狗在客厅撒了泡尿，它就突然生气了，然后他就说你收拾慢了，你这个狗不听话，就教训它。因为我也是气的，这狗的话，经常在家里就是说到处拉尿啊。我问问吧，现在这2条狗什么命运啊？泰迪他逼着我送了1只，大吵，今天要不狗走，要不我就走。后来谁走了？
后来他走了。他不是走了，为什么还把狗送走了呢？因为他总是说你因为一只狗跟我闹分手了，我们如果真分手了，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所以你就把那个小狗送走了，是吧？对，我就真的是哭了好几天，没有办法，我就想着，那就把他送走了。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这是我一辈子的痛伤。那就分手啊！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分不了手啊？他不愿意分手。其实从他的方面说，我还是觉得他真的是挺不错的，然后对我的事业也产生很大的帮助。那对于这个公司，女生在这个公司的这个地位，你们当时是怎么谈的？没想这么多，就是我在到他公司来之前，他公司其实我觉得都快面临着倒闭了。后来当我来到这个公司以后，我们就一起用心努力的去把这个公司所有的业务拔起来，然后现在公司运营的还可以。如果分手的话，有没有这些连带的这些问题？有吗？有，我干了这1年，我没有拿过1分钱的工资。公司的话，我们都是钱，他手上也有，我手上也有，财务不清，是这意思吧？对。要分手的话，要股份啊？看他吧。看他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在武汉家里的条件会比他好一些，所以我之所以不跟他去计较什么，是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容易，所以就没有过多的去计较。啊，是舍不得他离开公司啊，还是舍不得他人呢？舍不得他人，因为虽然我们说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是我们从总的来说的话，还是配合啊，相当默契。哎，你觉得在运营你们这个公司的层面，你们俩到底谁更厉害一些啊？他在谈判管理这一块他会比我强一些，然后我在做技术这一块就会比较好一些。坦率的说，离开了他，你们公司还能有今天吗？不能有，这就是问题嘛。就我不知道他到底就是他把你放在一个很爱我，还是只是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员工，而且我今天没有任何股份。到后来不知道是因为感情好，还是在一起做买卖好，是这意思吧？女生是这样吗？是的。搅和的真乱。哎，如果分手的话，先拿出一个分手方案；如果和好的话，再拿出一个和好方案。男生给拿一个。我觉得要是分手的话，我还是愿意跟他做事情，就是我可以把股份给一半给你。这咋干啊？没法干啊！他拿多些也可以，我觉得51-49。曲总乐了哈。你这个这么一说，就显然这公司可以没他，但是不能没他嘛。现在还喜欢吗？爱之深，恨之切了。就还爱着他是吧？爱他就是他前3个月或者前半年对你的好是吧？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真的算是初恋，所以我很珍惜这段感情。这是你的初恋啊？是的。其实你现在心里还喜欢着他，是这意思吗？是还是不是嘛？懂了。各位老师，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今天来现场是主动来的，对吧？是的。男生是被动来的。对。女生为什么要主动来呢？是因为心理落差造成的情绪崩盘。我们讲男人在追女人的时候，100%的男人都会付出200%的努力，但是绝大多数的他们，激情过后会回落到100%，或者起码不会回落到0以下。但是你现在给他的感受是完全就是负数，所以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女人在接受男人追求的那一瞬间都是头脑发热的，男人激情过后都会回落到原本的那个样子，只是有些人差距不会那么大。刚才呢一直在说女生能干会管理，不，你才是最会计算的那个人。公司100%的股份都是你的，你会管理有什么用？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分手？就像你刚刚问的，他是舍不得你吗？是舍不得这段感情吗？你说啊，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很厉害的员工，他把你当成一个不用付工资，还可以给他创造价值的员工，即使跟你分手了，都还希望你继续能够帮助他的事业。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你的投入是非常多的，他做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当我把一段感情形容为买卖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仔细的思考，你们当中到底有多少情感是需要用金钱去计算的。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平衡关系下，我倒觉得就算了。他不是你喜欢的那样的人，他不会再给你洗脚了。所以当这个男人千好万好对我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和他说再见。不管初恋有多么的痛，多么的不舍，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情。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曲总，到底这个男人爱不爱你，可能我们都无法准确的看出，但其实不妨就把这个问题给它拆解，不要把这个事业和爱情混在一起。在感情好，他给你半夜煮面，给你洗脚水的时候，你认为是值的，你不会去想不公平。但当他有一点的变化，可能你就会放大这个问题的本身。我们把影响你所有的因素、客观因素能拿的都给拿掉，你就会更加认清这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目。为什么他骨折之后你形成难挨的一段日子？因为你既要顾了工作，又要照顾他，是吧？因此你可能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了，不平衡了。在工作上其实也很难说他不给你分股有没有他完全没有道理的地方。比如说前期的投资是不是他都投的？你投了吗？好，你去帮他打工不收取工资，有没有谈清楚？也没有谈清楚，对吧？哎，那你自己是有问题的。你可以折换成自己投入的这些工资，一个市场价格占他的股份带来的业绩等等等，你们一定会谈清楚的。他至少有一个主观的概念，说你控股都行。所以说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可以拿到自己应该拿的，拿到之后从他的公司出来，让他也从你们的家里出来，你再重新审视你们之间的爱情还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样。他呢可能是一个从生意还从感情上来说都是一个不自觉的人，能占便宜就占便宜。建议女生做出快刀斩乱麻的行动来，把别的条件外在条件都去除掉之后，看这个人本身，你就能给自己做出一个选择了。而你呢，最终你对这个女人到底是利益上的追求还是说情感上的诉求，你自己来决定，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我首先想说一个观点啊，我并不反感婚姻中或者是情感中彼此有所图。比如说男生图女生的温柔贤惠，或者是能独当一面，女生图男生的踏实靠谱，或者是积极上进。我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彼此身上有我需求的东西，我也愿意付出我那部分好的东西给他，而组合在一起。男生说因为这个女生懂得照顾我，又会做生意，我愿意和她在一起，这不是问题。你的问题是，当你发现这个女生身上有很多你需要的东西，你想尽办法去追求她，得到她之后你做了什么？一个爱对方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这个女生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时间、自己精力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你这么大年纪了不知道吗？在你受伤她照顾你的时候，你不应该感恩吗？你只做了一件事儿，让她帮你赚钱，让她给你安稳的生活。你只索取不付出，这不是爱。女生，你呢也有自己的问题，你其实真的是一个不懂得控制、不懂得经营的女孩子。你在感情中不能够分辨是非，就是一味的做一个傻大姐。你说为什么一开始我是她的宝，现在变成了草啊？你其实是块宝，但在你们现在的关系当中，你却是这个宝上面长了草，明白吗？你咄咄逼人的状态，你不大会沟通交流的方式，真的容易让你这块宝上面蒙上草。所以我建议你，如果再遇到其他的感情，或者再去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控制，去分辨，去体会，再去权衡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就不会受伤，就不会看错，就不会难过。希望你们都做一块珍宝，让自己闪闪发光，也给将来的对方带来温暖和美好。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严老师。胡老师。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有念头想要股份？就是从旅游的那次11的时候。为什么想要分手了才开始要股份？其实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个股份。其实你是想要的，你不想要股份吗？我想要，这是我应得的呀。我没有说你不对。我所想说的是，为什么这2个时间点这么靠近？为什么之前你没想着要工资，你也没想着要股份？是因为你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俩感情这么好，将来是要结婚的。我做得好，就是我们一起好，他的就是我的，要不要股份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当发现你跟他之前可能要分手的时候，你觉得情感没有了，现实还得留下点吧，你也是有你的心事的，也不要说都是他的问题。一支口红博得了女生的欢心，一只小狗看清了男生的人性。本以为夫妻可以共赢，谁知道彼此各怀心事。其实男生在认识她的时候，你第一眼看中这个女生，可能你确实比较喜欢之外，我想她的工作能力应该是你靠近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一开始你去追求她的时候，到底是想要找个女朋友，还是想找一个得力的助手？2种原因其实并驾齐驱，甚至后者的工作能力可能还要更强烈一些。差不多吧。所以在一开始你就没有把感情和生意分开，没有把拍档和爱人分开，你没有谈公司，也没有谈股份，你用公司的钱来买房子，而那个时候你们还是情侣，你也没有考虑到加上他的名字，那么你的这种心思就表露得更加明显了。买口红是为了获得他的人心，他们家装修房子是为了博得丈母娘的欢心，但唯独真打真实打实的股份、工资、房子却没有他的份儿。你让我来怎么理解你的意图？男生，今天索性你就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自己确实有自私的想法，曾经确实有过算计，就坦白地说出来。真正负责任的方式就是不管今天在还是不在一起，尤其是你们今天即便分开，该给他的你应该给他，这叫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今天不管合还是分，该说清楚的就说清楚。如果他愿意给，你也受之无愧；如果他不愿意给，咱也没必要胡搅蛮缠，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好吗？就这。好，谢谢涂老师。人生其实有一些关键时刻，对于他来说，受伤才是对于一个人性特别好的考验，他表现出来了。换而言之，就是这个男人在受伤之后，他所有的对生活的理解、对个人的看法，有好多主张，这个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暴露给你，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他，这个真实的他你是不接受的。但是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很简单，你跟她接触这么多，她现在你应该很了解了。她没有恋爱过，她对所谓的恋爱或者她对所谓的爱有她自己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小公主模式嘛。我是要被宠溺的嘛，只要你宠我，我可以全都掏给你嘛。主导，我认为是在女生的手里。他就是这么一个男生，可能在未来的生活里，他对外一定比对内好。他对外有一个他要的一个责任光环，他就希望一个女人能照顾他，他就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要带你出去，要给他挣足所有的面子，这就是他的性格。这么一个男人，你接不接受？自己想清楚。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次聊。从认识到现在，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感谢你，你辛苦了，因为是你让我在武汉有了自己的家，也是你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
在我最受伤、最低沉的时候，也是你一直在照顾我。其实我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自私不在乎你的感受，只是我习惯性的把工作就放在第一位，然而这却伤害了你。通过今天的节目，我意识到我的疏忽伤害了你，我向你说对不起，希望你原谅我，我以后一定把你放在我生活的第一位。其实我也没有说怪你什么，但是我只是觉得，既然我们很不容易走到一起，我只是希望你能对我从始一样。就像你说你答应我这些东西，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你写给我的保证书，现在它只是一张破纸。就是无论你对我还是对待我们的狗狗，你都没有一个能够守信的承诺。承诺不是嘴巴一说就有的，你要做到才行啊。好，时间到了，不说了啊。我这个可以读出来吗？可以，也可以是吧？来，两位请回，请回，请回啊，请回。请关门啊！我这保证书才看到啊，里面有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叫发脾气，我保证以后不做，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比较隐私的东西，咱们就不去读了。我觉得男生有一段表白特别反映他的性格，谢谢你在这个城市给了我一个家嘛。这个，所以我个人理解就是，生活里面恋爱也好，结婚也好，情感里面最重要的是双方的性格。你要看清楚这个人的性格，这太重要了。接下来当然就是别人的一个抉择时刻了。我们看看这两个人如何决定他们这一段感情怎么发展。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这算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我爱你，来来来，往前往前。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决定在一起，就好好的吧。最好的就是现在都了解了彼此心里面最心底的那点东西是什么。如果你们都能接受对方的话，你们就好好相处吧。来，有请我们的小华童，有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去只是言。请亮灯啊！来来来，这个您拿着啊，保证书您收着吧。啊，谢谢谢谢，请回请回请回。永远不会变，我每分每秒每人每夜每一个。如果他们真的都接受了彼此身上那个最不好的东西，他们认可了，我觉得也会获得他们自己想要的幸福，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祝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的啊，别折腾。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这人太容易满足了，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舒服就行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日子过得这么累，是他要求太多了。他工作不努力，教育孩子也不上心，反过头来还说我的不是。人活着知足常乐不好吗？我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丈夫说，我到底哪儿错了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王先生31岁，来自重庆采购；女嘉宾胡女士31岁，来自重庆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困惑哈。哎呦呦，真有那么困惑吗？嫁给他多少年了？5年了。今天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主要是他想和我离婚，但是我不想和他离婚。都要离婚了，
对，他平时特别的懒，什么事都不做，就让我一个人做，在家里不帮忙也就算了，然后他还给我帮倒忙，把那个衣服啊到处堆的到处都是。但是你结婚前也说好了呀，你说我不用收拾，你知道我做这些也不在行啊。那你结婚的时候也说了呀，不让我出去这么累呀，为什么你让我去这去累呀？但是我没有叫你出去再干其他的工作，做好的本职工作就不就行了吗？我不就是让我们手头宽裕点，难道是我自己愿意去这么累的吗？你少说2句啊，想离婚是吧？还敢顶嘴？那您接着说啊。然后我有一次我下班回家，那天正好也下雨嘛。其实我做兼职的时候下班也是做那种商场的一个销售促销嘛。然后那天没带伞，然后叫他来接我，他就是不来，害我回家又感冒。在家里边你不关心我，我在床上躺起，想喝一碗热水你都不给我倒，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哪里不理你嘛？以为是睡着了，我又哪知道你生病了嘛？有一次儿子发烧也是感冒了，39度，我在医院，可是他呢就顾着自己去玩，和朋友约好去旅游。后来不是叫我妈也过来照顾你了吗？那孩子需要爸爸的时候，那你在哪里啊？我问您个问题啊。您是真的生气吗？我生气啊！哎呀，所以有些的时候，人的这个长相啊，人的这个面容，有的时候也挺吃亏的。他是那种笑脸，就是他很气。就我注意观察他，我觉得他不气，像笑笑的说。但是您确实很气，是吧？对呀。你发现了吗？就是没有看出来呀。哦，你就觉得他不是真生气是吧？啊，我以为他就是。哎呀，所以这个人你不注意观察他，确实他讲的，我为什么问他是不是真的生气？我听了也没那么气愤，因为他那感觉一直在微笑，你知道吗？刚才您说您还在外面兼职是吧？对，因为我们2个的工作嘛，他一个月只有4000块，我一个月有5000，反正压力都挺大的。儿子上学也要用钱，平均固定开支可能在7000块钱左右。然后所剩就没有多少了嘛，我就平时想着啊，我周末可以出去多做一做。我也劝他，让他也做一份兼职，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就是您觉得手头相对比较紧是吧？对，特别的紧，我都不能乱花，衣服都不敢怎么买。我觉得也还够啊，也不是揭不开锅吧。我也不是想什么过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呀，我就是想啊，手头没那么紧，能用钱的时候能拿得出来。但是我自己都觉得不少了啊，我觉得还够花呀。够用吗？紧巴巴的。我觉得还能生活嘛。还能生活？你们家谁管钱呀？还是他管。你应该把钱交给他管，让他花2个月，过不下去日子他就知道了吗？那花2个月就是我坐月子那1个月，本来我的那个住院费都是另外的钱去交的，然后他就身上给他放了1万多块钱，结果我一坐完月子，我就问他你身上的钱还有好多呢，他就跟我说没有啦，用完了呀。我也不知道你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确实是记不清花到哪里，但是也没有乱用啊。还有什么让您不满意的，非要离这个婚？我们之前现在就住在我们的一个郊区。然后我们在市中区正好有一套那个20-30平米的房子出租出去的，然后我们现在小孩面临要读小学的问题嘛，正好我们那套房子又是在那个划片区的一个重点小学上，然后我就想孩子把这个户口转到那边去，他反正就是不愿意做。哎，这不挺好的吗？为啥不干？我觉得离那个市中心的那个学校太远了。那我们自己每天早上早点出门送送孩子不就可以了呀？太远了吧，你开车一面都要1个多小时，那我们多早就要起来呀？那就搬回去，搬回去。那房子太小了，又是楼梯房，8楼。那就在附近租一个房子，稍微近一点的，也是一个办法呀。哦，还有钱的问题。对呀。你一天就知道钱。我的天，累吧？累。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也受不了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房子常年都是租给人家的，然后现在就租金就只住了600块钱。我们附近不是都涨价了嘛，都涨成1500了。我叫他去给租客说一下，他就是不愿意。我们不是给租客已经签了合同嘛，还没到期，他还大半年，这么早给别人说也不好啊。你这到期了，你反而是对人家的不好，对吧？您也给人家一个提前的，让人家好去找房子呀。这就是回避矛盾。哎呀，然后他平时不挣钱也就算了，还倒花钱，也不计算一下。花什么钱？他本来我们手头本来也不宽裕，然后他就跟我商量，叫我们去买一个车位，然后我没有同意嘛。过了几天，他直接就把那个车位的合同摆到我面前了，已经签好了。结果他是找他妈拿的钱。车位多少钱？12万。全是你妈给的？2万都是我妈给的，也没有花家里面的钱。又是首付是吧？啊，对，首付。那还钱是你妈给还？我们自己还。这个开销又上去了。对呀。我妈在我们
不富裕的时候也帮助了我们的呀。那你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做，不去多挣一点？生活里面，你妈经常补贴你们吗？偶尔补贴，就是我们确实很困难的时候补贴个一两次啊。哦，那你觉得你们确实困难吗？我觉得还好吧。所以您还好的标准是还能活得下去，是这意思吗？对对对。您是没有过高的物质要求的，对吧？我觉得您觉得就行。您觉得您妻子是一个物质要求很高的女性吗？也不是说物质要求很高，就是说她把自己过得很累，我觉得。您这次想跟她离婚是真想离还是吓唬吓唬她？真想离。离婚之后孩子跟谁？跟我。房子呢？房子也是我的。他净身出户就行了，是吧？市中区那的房子是他的呀。哦，那你要跟他离婚，不是钱更不够用了吗？但是我就是要出去做兼职才可以，家里才开这个过来呀。然后只有不停的去做呀，然后他肯定要他帮忙的呀。哦，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我既主外也主内，对吧？对。我与其这样带着你个拖累，不如我自己带着儿子还好一点，是这意思吗？对呀。看来不是钱的问题。他跟你提离婚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和反应是什么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对他还有感情吗？这么多年，感情还是有的。就是其实还是对他有感情，只是有点恨他，对吧？对，恨铁不成钢。让老师们给你出出主意，要是找到主意，还一定要离吗？现在想想吧。我再想想，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在30而立的年纪，到底是该选择安逸的生活，还是应该选择奋斗的生活？男士肯定是要选择安逸了，但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家其实过得不宽裕啊，挣的也不多，为什么要花12万去买一个车位？因为现在停的车，一是要走很远，二是邻居有时候晚上11、12点都给你打电话去挪车，也很麻烦啊。明白了，就车现在停很远，不愿意大半夜去挪车，怕麻烦，对吧？对的。所以您其实就是一位怕麻烦先生。孩子读书怕麻烦，哎呀，去那个学区房上课，我每天啊，我本来我可以睡到7点半的，我现在6点半就得起。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付了2万块钱首付以后，你每个月只挣4000块钱，你这个还贷款，车位的贷款谁来还？那不是还是麻烦他吗？你可以怕麻烦，但是你不能麻烦你妈和你老婆呀。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躺在那儿，他推你，你都不会动。哎呀，翻个身好麻烦。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不是说选择安逸的生活不对，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选择。那如果你是单身的情况下，你就老哥一个，你说你终南山归隐都没人管你。但是现在你有老婆，有孩子，有家庭，你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能把所有的担子都压在这位女士身上。未来的保障、子女的教育、家庭的储蓄、现在的开销，哪一个是你思考过的问题？我现在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如果有个什么生病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对吧？对。你们拿什么去负担？孩子将来的教育问题，你们拿什么去承受啊？不是说一定要你挣多少钱，我都听明白了，你太太也不是说要大富大贵的那种，就是说我现在在兼职，你能不能也勤快点，咱俩一起往前奔。现在他就跑啊跑啊跑啊跑，你就在那儿看啊看啊看啊看，你们俩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你是那种慢节奏的生活，他是被生活所迫高速的运转，你以为他愿意去兼职啊？这个贷款谁来还啊？你也不管，工资4000块钱一交，还是我要精打细算去定家里今天是买菜还是买肉。但是女士呢，其实你也是比较强势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要你干什么？我相信这句话在你的内心当中无数次的在警醒着自己，我要你干什么？其实你今天来也不是要真正的跟他离婚，你就想让我们说到他，第一解决他出去干活的事儿，第二解决你们家孩子上学的事儿。如果非常想用这个学区房的名额，学区房的房租涨上去，就按照你们的市场标准，怕麻烦嘛，不愿意跟人家房客沟通。第二，
把现在郊区住的这套房子租出去，2个房子的租金加在一起，在孩子的学区附近可以租一套房子住，对吗？对，就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好不好？2个问题解决了，您是不是就不跟他离了？祝你们幸福。哎呀，谢谢作业老师，这小戏你抹的哈。来，曲总，你为什么这么懒啊？你为什么？没长大呀。其实你骨子里，刚才川儿也说没有长大，你嘴上还在说你可以不这么累，可能吗？你太自私了，你只想自己的那种感受，连跟租户去说我有可能在半年之后，或者我要在半年之后涨房租的这种正当的需求，你都不敢去说，你胆儿太小，你胆儿小到你仅仅的敢去折磨一个人，就是你老婆，凭什么呀？你现在基本上是完全缺位，你懒，不去担负起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丈夫的职责，儿子发烧你都不管，没有一个父亲的职责，老婆这么辛苦，你说你可以不这么辛苦，大言不惭，老婆生病你也不管，你像一个男人吗？你就是一个孩子，一个自私的孩子，你在这个家庭里存在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赞成老婆提出的离婚，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严老师，我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个懒汉的故事。这个懒人呢，从来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都不干。自己的每餐每食都是老婆做好了，端在旁边，还得喂。有一天，这个妻子说：“我要出门了。”这我们家这男人怎么办呀？我给他脖子上挂个饼吧，这样他饿的时候能吃一口。过几天，老婆回来了，打开门一看，这男人饿死了。为什么呀？他就懒到只吃他嘴边这口，连把那饼转一下吃都不会。你就快是这个懒人了，你的婚姻就如同这个现状，你自己懒得连那个饼转一转，连婚姻自己多付出一点都不愿意，你迟早会被婚姻淘汰出局。今天真的不是吓唬你，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来到现场，我认为你还有一丝想要努力，还有一丝进步的空间，我都劝你妻子赶紧跟你拜拜。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你觉得你懒吗？我觉得还好吧。对，他其实觉得他还好，他根本没有觉得他懒，这不是他的最大的问题。你想赚钱吗？我想赚钱。其实也是想赚的。对。但为什么有些活不去干呢？我是觉得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嘛，合适的。什么是合适的？让自己舒服的，对不对？让自己又能挣钱又舒服的，对不对？你刚才跟你的老婆说，你说干嘛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你是生活当中有一种人，我追求平淡的生活。对，就是不要那么出人头地，不要那么光彩夺目，就平平淡淡的就好。你是不是追求这样的生活？对。你看他最大的问题在这儿，他没有觉得自己懒，他也不是说我不想挣钱，他的人生信条是平平淡淡。但他所理解的那个平平淡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谈到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的那个平平淡淡吗？其实不是。有一句话形容他这一类人和有这种论调的人特别合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明明是自己懒惰懦弱、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就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甚至认为你们那些每天努力着奋斗着，天天整天就是钱啊钱啊钱，他刚刚不说了吗？整天就是钱啊钱啊钱，每天就是把自己弄得个半死的人，好世俗啊！你看，像我们这样清心寡欲、平平淡淡，这日子多好。他的人生信条，他会认为我们是错误的，你们太世俗了，太功利了。像我这样平平淡淡的人，啊，又让我们想到毛不易的那首歌。但是你要知道，你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平凡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可以理解为是平淡，但是平淡绝不等同于是平庸。你就是平庸。你看，就是说你想赚钱，但是你觉得不适合自己。为什么不适合自己？是因为你永远躺在自己的舒适区，而你现在家庭里面是每个月是月光族，
明明知道自己可以非常正常的跟别人去谈随行就市的涨房租，跟别人租多少钱你就租多少钱。你为了回避矛盾不好意思开口，于是你不去做。你问过你妻子有多长时间没有买过新衣服？你问过她心里最近这段时间渴望拥有一点什么？你问过孩子想过买过什么样的玩具？你没有问。你这不叫平淡，你这叫平庸、懒惰。我们都可以选择平淡的生活，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努力啊。我们没有说我们要拼死拼活，要把自己弄得每天辛辛苦苦，每天提心吊胆，没有说一定要这样，但必须要有努力，要看得到希望。平淡并不代表说没有希望，你明白吗？这人这一辈子，他不会苦一辈子，他会苦一阵子。但如果一阵子的苦你都接受不了，你注定苦一辈子。你要救他，你要让他醒过来，你好言相劝是没有意义的，你吓他也是没有意义的，你多吓几次他更皮了。他躺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30多年了，是你3言2语1、2次吓他就能够挽救回来的吗？不是的。要打破他的人生信条，很简单的，就是要他自己把自己扯得一丝不挂，好好的看看自己，你明白吗？行吧，就说到这里。好，谢谢涂老师。老师们，我看方向基本一致嘛，因为离婚就是个手段嘛，是让你变强的手段嘛。你能不能自己提出来，我把这婚姻我先不要了，我变好了，我再倒回头来追你，你有这勇气吗？有。啊？这你也敢哈？这个我刚才算了一下，对吧？1个月2000块钱，一家3口人，相当于700块钱一个人的生活费。你这样吧，你以后把这个工资都交了，全都交给老婆，先不离婚，先交4000块钱工资，然后这几个月呢，你每个月就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的钱挣出来，这你能行吗？可以的。老师们提那个方案，你是真可以考虑，那是要下狠手的啊，怕吧？怕，真怕假怕？真怕，真怕今儿就别出来了啊！就真的别出来了，就好好反思一下，行吗？要出来，要出来。你要出来哈？哎，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怎么表态了。进入真情60秒。老婆，我是今天确实听老师们的意见之后，确实觉得我以前确实做得不好，对你和孩子确实没有上心。在工作方面，我以后也会努力的。希望你能相信我，我肯定都会改的。所以我以后让你会感受到让你觉得我是会照顾好，然后也比较关心你，肯定是会做到的呀。那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还能相信吗？不就是做了一些能让我和我们更好的生活，我做的有错吗？你没有错呀，但是我肯定会在以后改正的，请你相信我，请不要跟我离婚。哎，谢谢两位，请回吧。啊，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这对夫妻在这个现场的抉择，请开门。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管家的女人，持家的女人，就是聪明。哎，要离婚了？我去追她吧。追啥？你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再说追不追吧。你可别笑啊。
当个真事儿看，这就是你婚姻的现状。有人真的想走了，还不努力吗？努力，以后肯定改正。好，加油吧！谢谢你，请回。作为一种手段，这个预演得特别好啊！咱们说离婚是一种手段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女性她并不懦弱，她内心很坚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份坚强，才能让这样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偷懒的男人、没有长成男人的一个男孩，能够在他们曾经过往的这个婚姻当中，做了5、6年的懒汉。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这个男人一些警醒，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一对的生活故事，让电视机前那些还以平淡为真做借口而慵懒在生活里不奋进的人们一些启示和启迪。还是那句话，他们的选择只是在这个节目现场的一次选择，并不代表生活当中他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回到生活当中，作为丈夫的男嘉宾可以真正的承担一个丈夫或者叫一个男人的责任，希望这个家庭向更阳光更好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下面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谈了4年的感情，如今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是他依旧吊儿郎当，答应我的事情呢永远都会食言。我们最近呢总是因为酒吵架，他到底爱我还是爱酒？因为酒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一忍再忍，可是如今已经没有时间拖下去了，我该怎么办？是没有时间拖下去，而是还有多少爱能这样被消耗？不合适的爱情就应该及时止损。其实拖得越久，不愉快就越多，损失越大，代价越高。相信这个道理，你应该清楚。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